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，这台脚踏车。我们前几天已经离开德国了，然后现在人在荷兰。今天来介绍一下我的脚踏车，它是一台 Brompton， 这是它的牌子。这个牌子是英国的品牌，是一台折叠车，它可以折成很小一个，折成那么小，而且是很快速的就可以收起来。它折成那么小以后，就可以带到捷运上面或是火车上面，不用另外买脚踏车的票，你就可以当成一个随身行李这样子。对于上班族、通勤族或是搭火车旅游会很方便。那时候我在来德国之前，其实我就想要在欧洲这边骑脚踏车，因为我觉得这边的风景、街景都蛮漂亮的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到底要租脚踏车还是买脚踏车，然后反正就是有做一些研究，然后有找了几个，有一个是租脚踏车平台，但那其实还不便宜。然后那时候其实也蛮想要买这台 Brompton 的，因为我以前就认识这台车，觉得它蛮方便的。可是后来因为觉得之后回国的话要带回去会很麻烦，所以后来就打消了。但是前阵子我又很想要在汉堡那边骑脚踏车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买一台二手的，然后到时候再把它卖掉，好像其实也不会亏很多钱。然后就上网研究了一下，然后就找到这台二手的脚踏车。后来就去试骑，然后就买了。那时候大概是5月底的时候，这台脚踏车我是买650欧，差不多2万多块台币吧。但它这台新车可能都要4、5万块台币，所以其实价差蛮大的，而且它不太会掉价。到时候要卖其实也不会很难卖，我可能便宜个100欧就可以卖得掉。然后我这样子又骑了几个月，就等于像是租一台脚踏车那种感觉啦。然后就算我不卖掉，要把它带回去，其实也不会到很麻烦。它这样折起来以后，它就可以算一件行李。然后它在可能平地的地方，它有这个小轮子可以辅助，你就可以这样子用推的，或者是这样子椅子拉起来，这样子就用推的，也很方便。反正它就是设计给那种通勤族，或者是就常常要坐地铁的那种。你可能从家里骑脚踏车到火车站，然后把脚踏车收起来，然后在地铁里面这样子用推的移动，就还蛮方便的。到目的地以后，你再把脚踏车打开来，你就可以再骑去上班，或者是骑去下一个景点，这样就很方便。这台脚踏车是差不多13公斤左右。我这台是比较低阶的，所以比较重。那有一些比较高阶的是会更轻一点，它是用钛合金的。然后也有一些大陆的品牌，它是有点仿这个造型做的，那它是用铝合金，所以它会更轻。但呢，就不是原始的品牌，它是算是用仿的那样子。也蛮多人会买的啦。反正我那时候就在欧洲这边看，然后发现价钱其实不会比台湾贵，好像比台湾还便宜一些。然后所以我就下手了。这台脚踏车还有变速，它是3速的变速，它还有6速的。其他我不确定还有多少速，反正我知道的有3速跟6速。6速就贵一点嘛，所以我自己预算不够多，所以我就买3速的，就便宜一点。但是可能市区平地的地方通勤就算够用，就是稍微有的时候可能爬坡稍微辛苦一点，但是其实还好。今天就来介绍这台我的新伙伴给大家认识。我再来展示一下可以用多快的速度就把它展开。这是折起来的状态，椅子先打开。这边再上锁，然后就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它另外还有一台比较新的，是比较大台的，有点越野型的，它是 G Line， 那还是比较贵，然后又比较大台，但它收起来就会更大一点，所以可能会没那么好带。我这台是 C Line 是
比较初阶的款式。然后这台车还蛮旧的，它是2003，反正2000年出的车啦，所以跟新款的会有点差别。我的前车主有重新做整理，我前车主有重新做整理，所以它整个状态看起来是还不错的。它现在骑起来也都还蛮顺的。一直很想要来欧洲这边骑脚踏车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这边的环境对于骑车的人很友善，脚踏车道很多，而且大部分汽车应该是要让脚踏车的，有些地方脚踏车也是不让行人的，反正就脚踏车的权力很大，然后这边的风景又很漂亮，天气又凉快，所以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来这边骑脚踏车。像我要来买东西，就这样折起来，就很方便。